年冬天，在湖边纯白的少年睁开眼，他望着天，看着命运在身边。于是就有了你遇见的那个麒麟。你是民间法师吗？我是施灵宗法师。我让他替我去感受山中清风，人间烟火，感受快乐，感受忧愁，感受冒险，感受爱。让他代替我，在这琳琅满目的人间，有滋有味地活着。他看着我，对我说：“你不孤单。”他出去，又回来，把外面这热热闹闹的世界带到孤独的我面前。那你是怎么来到士林宗？怎么当上龙神的呢？当年星势云暴，引发地动。我从小眼盲，看不见滚落下来的山石，躲避不及，被压在了南山脚下的碎石堆里。是赤吻大人救了我，他心慈悲悯，说我这只失明的小狐狸，如果放着不管，会没命的。于是他将我带到了当时的云豹之地，赐给我一道治愈之术，让我帮助他救人。成为龙神之后，我就很少离开林洞。龙神拥有不死之身，可在这天地间自由来去，但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。你也是狐狸？不过和你们高贵的青丘九尾不同，我只是一只在玉棉湖边出生长大的笨笨的小赤狐。土狐狸啊，也很可爱。但我若是在外面被妖杀死，那龙神之名就会不攻自破。我在这林洞待久了，总是会想起当年的自己。那时候的我，懵懂、幼稚，但每一刻都热烈真诚地活着。它比我简单，也比我自由，就像夏天吹过树荫的热风。那时候，我懂得很少，遗憾也少，最难过的事情，也就只是在冬天没有吃到新鲜的副本子而已。后来啊，我在万灵阁的古卷上看到一个远古的法术，名字很好听，叫做裁断。将生命中的一段岁月剪裁截取，仿若裁布织锦，缝花入缎。截取后，生命拥有独立的个体，拥有和主人同样的样貌、性格、记忆，唯独没有生命。
湖边纯白的少年睁开眼，盼望着天，看着命运在身边。于是，就有了你遇见的那个麒麟。你是民间法师吗？我是诗林宗法师。我让他替我去感受山中清风，人间烟火，感受快乐，感受忧愁，感受冒险，感受爱。让他代替我，在这琳琅满目的人间，有滋有味地活着。他看着我，对我说：“你不孤单。”他出去，又回来，把外面这热热闹闹的世界带到孤独的我面前。那你是怎么来到士林宗？怎么当上龙神的呢？当年星势云暴，引发地动。我从小眼盲，看不见滚落下来的山石，躲避不及，被压在了南山脚下的碎石堆里。是赤吻大人救了我，他心慈悲悯，说我这只失明的小狐狸，如果放着不管，会没命的。于是他将我带到了当时的云豹之地，赐给我一道治愈之术，让我帮助他救人。元无惑统领早已故去，但这元无惑还有一个诡异的地方，他长得与厉统领一模一样。我听闻厉统领失去记忆，一直找寻身世无果，他与这蝶妖会不会有什么关系？一个是妖，一个是人，能有什么关系？妖化成人形所画的第一张皮，大多都是失去在人间一世的物件，于是化成主人的样子。或许这蝶妖捡到过属于历劫的东西，所以修成了人形。是。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历劫。也是。冷面刚正的厉统领，若是知道这妖物以他的样貌画皮，估计要气炸了。龙神大人，你来了。白泽大人，为何而来？白泽通晓天地万物。龙神大人遇到了难题，我来答疑解惑。龙神大人是不是想问，为何龙神之力会进入到武时光身上？为啥？因为这个。那串佛珠有何来历？那串佛珠名为12念，每颗佛珠都是龙牙所制，所以才能承载罪者之血，以及龙神之力。我猜，龙神之力一定是感受到了龙的气息，才被吸引了过来。原来是沾了龙牙的光。这佛珠是你师父留给你的吧？你师父真是个狠人，比五谷拔牙还狠。这么多颗龙牙，
武时光只是一个民间法师，他从何处得来？12念的第一任主人，传说是一个背叛佛门的堕落妖僧。莫印探，你继续去收集九阴的精魄碎片吧，我还有事要和白泽大人商量。是。或许很快，诸位双花法师就可以卸下重担，无需继续在这茫茫大地上奔波劳碌。不是因为那串佛珠，我知道。这一天，终于还是来了。龙神将陨，不向月出。九阴被封印之后，众妖失去首领，流散四野，暗中蛰伏筹谋，为九阴解封的妖怪不在少数。挑拨小维他们违背誓言的幕后之人，他的目的是龙神之力，唯有龙神之力才可以杀死龙，而这世间最后的龙神之力，就存在于你们4个大妖身上。谁先集齐4道龙神之力，就能杀死龙。若龙神陨落，九阴封印瓦解，这天下必将大乱。所以，武时光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人吗？可以说是，但也不是。藏起来，藏起来。现在我们已经混进来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。去。等待时机，尽力而为。尽力。哎，这不是我家家训吗？你倒记得挺牢。你怎么记这么牢？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那您怎么打算？我已派历劫祭灵去取回佛珠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愿意继续做一个没有神力的龙神。我要拿回无上的力量，要人们千秋万代的崇拜我，封我为神。武时光，机会这不就来了？龙神大人大驾光临，是想取回我身上的龙神之力吗？佛珠。既然是龙神大人要的东西，我得亲手交还才行。放心好了，等把里面的龙神之力取出来，就把佛珠还给你。别动！我等这一刻，真的等太久了。早知道你就是龙神，在为父的时候，我就该杀了。
吓死我了！不讲武德你！哎！别杀我！住手！妖纹，你是妖？我是光是蛟族灭族之灾里唯一的幸存者，所以他前来报灭族之仇。没错，我是妖，蛟族的妖。当年你派狮灵宗的法师杀害了我所有的族人，你表面粉饰太平，平息人妖两界的纷争，但背地里却惧怕九阴破印而出，让众妖崛起。你命狮灵宗的法师将各大妖族赶尽杀绝。龙神屠灭蛟族，怎么？龙神大人杀的妖太多，不记得了是吗？既然是妖，那更不能让你拥有龙神之力。交出佛珠，我就放了他。龙神江雨，虎王大人，您曾说过，只有龙才能杀死龙。8位龙子早已献祭自身，化为巨大山脉，世间止于螭吻。还有谁能杀死他呢？谁手握龙神之力，谁就能杀死龙。此刻环伺螭吻的，正是他曾经的力量。按照玉界时最新的预言，我与姐姐此去是保护龙神，对吗？不，你们是去杀龙。龙神代表天地正法，世间真善，为何要杀龙？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试问，曾经以苍生为念，如今却被九阴浊气侵蚀，以苍生为食。世间安宁，常以牺牲为代价。诗文陨落，或许是为了新的平衡。你二人当辅佐屠龙者，收集神力，以正乾坤。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尽快找到剩余大妖，收回他们身上的龙神之力。我知道，我们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这个契机。能够名正言顺地收回龙神之力，这件事情务必不能出错。只要集齐4妖的龙神之力，我也可以屠龙，何须借他人之手？
龙神之力，只有上古神石楚灵玉可以承载。楚灵玉被天火一分为二，炼成了法器，一件就是六目蝶妖手中的楚灵蝶，另一件就是龙神手上戴着的玉灵戒。我给你擦擦手吧，他手都脏了。那只要夺取龙神戒指就行。几百年了，你还像个小孩，如此任性。你想试，便去试试吧。这是木头，可是木头怎么会流血？我不懂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你是个人偶，你根本就不是龙神。自然是转移到了一个你们根本找不到的安全之所。用束腰索绑起来。是。雪中的沙，斑驳谁的洁白无瑕，心中的家，月光下一朵旧昙花，别摘下，让它拥有一层芳华，破晓出发，还有人记得它。
做噩梦了？没有，就是想起很多过去的日子，太久了，像上辈子的事儿。是啊，1000多年，可不就是普通人的好几辈子吗？姐姐，我们真的要杀纪灵吗？你不是说纪灵不是龙神吗？你还是老样子，每次睡不着就喜欢来这儿找我。会，你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好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多谢虎王大人，我已经有好多五颜六色的石头了，其他姐姐们都没有呢。怎么了？虎王大人，龙神真的被恶念侵蚀了吗？世间万物没有绝对的善恶，无论是人、是妖、是神，或者是魔，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越光明之处，影子就越发浓重。妖会画皮，人会伪装，神也有自己的执念。姐姐，100岁过往，姐姐和你一起做过许多身不由己的事，虽道法坚定，却也满手鲜血，心有所愧。风吹，人雨打，只是你让我在姐姐，走吧。姐姐，走吧。此次任务凶险，姐姐知道你对纪灵已心生情愫。无论纪灵是否为龙，你都难以抉择。姐姐不愿见你因人间大义陷入两难，与所爱之人血刃相见。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
本座等你很久了。玉界使出了新的神谕，说龙神将遇。本座没那么容易死。不会死和不容易死可不一样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收回小薇身上的龙神之力，于是命丽杰前往为府，但你怕死，所以你才派出一个木偶，也就是纪灵，代替你与丽杰一同前往，对吗？在为府见到纪灵的时候，我很惊讶，以为你只是想假装一个单纯活泼的少年郎，与我互不相识。你是噬灵宗的法师统领，那你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普普通通的一个无花法师，怎么了？你是开玩笑的，还是认真的？直到纪灵被小薇重伤，伤口边缘竟然是木屑。我想过纪灵与丽姐会在为府遇到吴香月的人，只是没想到偏偏这么巧，来的是你。太过巧合之事，往往有人暗中推动。胡王特地派我与小妹前往，他知道纪灵的存在。他说，纪灵与小妹是命定之人，这是何意？命定之人。如今龙神之力已经到了武时光的身上，虽然只有一道，还不足以定你的生死，但玉界是从不出错。龙神陨落，迟早会来，所以我才需要你帮我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接近武时光，设法拿到佛珠，交给本座。佛珠认主，要拿到可不容易。吴相月的狐狸最会魅惑人心，一个武时光，对你而言不难。是啊，千年以来，我扮演过无数的角色，有过无数亲人、爱人、挚友，但真真假假，浮生如梦，我已经快记不得自己是谁。累了。你呢？一张皮画得久了，就很容易忘记皮囊下的心，但心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是谁。头一片雪遮住我的眼，街的透出光线，春泥摇动天苍花一夜，谁在应酬谁怀念。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相信我，这就是最后一次。之后，你和吴相月的所有人